我只是一个清洁工，怎么能在宴会上报复他们呢？救我就当记得结账了。站住！欠200万还想跑？有没有见那个穿白衣服的？白衣服？难道他们是来找他追债的吗？这是我男朋友，他喝多了。你们要找到的人在那边。站住！王哥，我错了，王哥，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现在知道求饶了你？王哥。说吧，你想多少钱？5个亿够不够？大哥，你都被人追债了，你的钱谁敢要？还5个亿？不用，我对钱不感兴趣。Someday 영원할 것 같은 그 순간처럼 우연인 듯 너에게 찾아와줘 곁에 언제라도 stay with me 이렇게 항상 这么着急投怀送抱，原来你感兴趣的不是钱，是我。你胡说什么呢？刚刚有虫子。是吗？那你怎么还不起来？这么喜欢趴在我身上，还说自己不是喜欢我。你能不能有点良心啊？不好意思承认，我理解。你的存在把我的夜空填满。妈，阿姨，安安，你怎么和一个陌生男人躺在一只床上？妈，您别误会，他是我男朋友。你为了给我挣医药费，连大学都没有读完，还能找到这么帅的男朋友，你不是找人来骗我的吧？妈，您别这样想呀，我现在过得挺好的，怎么找不到帅哥男朋友了？原来他这么孝顺。小伙子，安安也老大不小了，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哎，妈，我们还不急。只要您没意见，明天我们就能领证。领什么证啊？疯了！你救了我，你对我有兴趣，那我只能以身相许了。以身相许，如果他能改邪归正，往后我们一起努力的话，比起夏明志那个小白脸要好多了吧？啊，我们明天就结婚。哎，
没想到我竟然真的和这个只见过一面的男人结婚了。副总，您刚回国，行踪就被泄露，是属下失职。他们知道我回来，是想下死手，看来是时候清查内奸了。下死手？他这是欠了多少钱啊？现在我的情况很危险，还是先不告诉他我的身份。这个防狼喷雾你拿着，防身。还有这个电击棒。你这是在关心我吗？要是你出了事，那200万不是我一个人还了吗？当然啦，毕竟你是我老公嘛。喂，组长。沈以安，副总马上就回公司，你赶紧滚回来打扫。好，抱歉，我还有些事，先去公司了。Tom, you are so amazing to me. 宋经理，您放心，我都懂的，一切都照领导去办。沈以安遭罪了副总，你就等死。局长，我不承认，快驾驶酒了，副总办公室打扫去。组长，29楼打扫，是你专人负责吗？叫你去就去，哪那么多废话？不想干，给我滚！复试在庄内间严禁普通员工上29，让陈以安去副总办公室打扫，之后的事交给我。这个防狼喷雾你拿着，防身。还有这个电击棒。好，这孩子我喜欢。不过我们傅家可是江城首富，他不会是看上了你的钱呀？爷爷，您是不相信我的眼光，还是不相信我的魅力？哈哈哈哈哈！相信。那你什么时候把他带过来给爷爷看看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过几天傅氏庆功宴，我把他带来。等二房的事情解决了，就把人家姑娘接到傅家，省得他这几天跟着你啊受委屈。爷爷，您这还没见面就互上了，要是见了面，不得把他宠到天上去啊？也不知道昨天那伙人会不会找到傅有婷。算了，不想，先工作吧。
原来副总已经结婚了呀！不知道总裁夫人会是哪个千金呀？沈岩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来副总的办公室偷东西！你胡说什么？我只是来打扫卫生的。许助理严禁普通员工进29楼，你一个清洁工有什么资格进来？肯定是来偷东西的。我没有，是组长让我上来打扫卫生的。沈阳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自己来偷东西，还敢借口是我安排的？原来你们早就串通好了。是又怎么样？一个清洁工也想跟我玩？也配，也配！窃取商业机密，你死定了！把他带下去，看住！许助理，我抓到傅氏的奸细了。他人呢？副总放心，我已经让人把他控制起来了，等您发落。把他放了。那个奸细泄露您的行踪，我们好不容易把他抓住了，为什么要放掉他？什么奸细啊？她是我太太。我给你20分钟，把背后搞鬼的人找出来。如果他有事，你也不用干了。好的，副总，我马上去办。连傅氏资料都敢偷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宋依依，你想污蔑我，至少也得长点证据吧？嘴还真硬啊！许助理吩咐过了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让内奸交代清楚。动手！不要停！我是在替副总审内奸，不想死的话就滚！内奸？谁给你的胆子说我老婆是内奸的？老婆？沈岩，你想男人想疯了吧？明着刚甩了你就和别人闪婚？别恶心我了，我结不结婚根本没有半点关系。怎么不敢承认啊？该不会他和你一样是个丢人现眼的清洁工吧？我是不是清洁工？恐怕你没有资格过问。你看什么看？这人一定是内奸的同伙，还不快把他抓起来！你别过来！我可是宋家千金，我爸爸是傅氏的大功臣。你今天要是敢碰我一根手指头，你就死定了。是吗？那你就
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把他给我抓起来！徐助理，快把这个内奸还有他的同伙抓起来！许助理，这是做什么？他才是内奸啊！是吗？你有证据吗？我有证人，我和王春霞都看到他在副总办公室偷东西。这种吃里扒外的贱人，你可不要轻易放过他。吃里扒外的我不会放过，可是打着副总的名号公报私仇，我也不会放过。您这是说的什么话？这是你和王春霞见面的监控记录，以及你给他的转账记录。打着副总的名号设计害人，宋欣欣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徐助理，我错了，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副总这件事，不然整个宋家就完了。你该道歉的人似乎不应该是我。石小姐，我错了，是我误会你，往后不会了。抱歉，是我管理不善。你还有什么需要，我们这边全力配合您。让他滚！让他滚！带走！谢谢你，今天要不是你，不知道那个宋英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。这有什么的？你不是也救过我吗？所以你是为了还我的恩情才救我的吗？胡思乱想什么呢？我救你是因为我是你老公。以后有什么事情都要跟我说。安安，把手机拿出来。以后有什么事情就给我打电话。好的，老公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但是我要去拿个东西。好。你在找什么呢？傅氏庆功宴的邀请函，我明天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。邀请函我有，拿我的去就好了。你怎么会有邀请函？难道你……难道你也在傅氏工作？对。傅氏我熟，以后呀，我罩着你。好啊，那就请老婆大人多多关照喽。搞那么正式干嘛？走啦。宋小姐放心，我把沈雅涵的邀请函都烧烂，她一定进不去宴会。那就好。沈以安，邀请函都没有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怎么会知道我没有邀请函呢？不准进去！你这种人有什么资格来这？我能不能进去，你说了不算。宋茵茵，你要是不怕丢人，就让夏明志把20万还给我，然后向我道歉。你也配让本小姐道歉？做什么白日梦？那好啊，宴会上见。
不好意思啊，我手滑了。不过你这么寒酸的衣服，也穿得出门呢。夏明志，你是故意的。今天来的都是江城领导，不要让有些人丢了傅氏的颜面。走一边去！走吧，礼服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你还给我租了礼服？租？是啊，以后要花钱地方还很多呢。你还欠着钱，我不想大手大脚的。我上这条裙子挺好的。免费的，可以吧？免费？那我们走吧。夏组长，宋家和傅家交好，你可要好好对我们茵茵，不能总想着你的前女友。那当然，申言不过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保洁而已。这白天鹅与丑小鸭，那谁都知道选哪一个吧？沈以安，茵茵，这是谁家的千金啊？居然比你还好看。进去了吗？到了，你先去见爷爷吧。本来我想先拜见他老人家的，你也不让我去啊。他非要说穿的正式一点去见你，很快了。好。穿得这么花枝招展，是想来宴会上傍男人的吗？这关你什么事？当然和我有关系。今天除了傅氏的员工，还有许多江城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我可不能让你丢了傅氏的脸。宋茵茵，你根本不需要刁难人。我已婚了。天哪，这不是国际大师王威设计的戒指吗？连礼服都是今年最新的高定限定版。天哪，茵茵，这千金什么来头啊？这不是试穿礼服赠送的首饰吗？怎么会是什么限量款？假货罢了。他一个清洁工，你生的穷三七，哪里像大小姐了？你说这是假的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说这是假的，你有什么证据？沈以安，你当这里是菜市场吗？还带着你的保洁家属进来？抱歉，我也是受邀请来的。笑话，这可是傅氏的商业晚宴，你怎么可能进来？沈以安一个清洁工，还能攀上傅家公子了？我不是什么富家公子，我跟你们一样，也是傅氏的员工。是吗？可我在傅氏从来没有见过。保安，这俩身份可疑，让他们滚出去！我和我太太都有邀请函，凭什么赶我们走？就凭你们两个身份低微，不配出现在傅氏的宴会上。既然傅总给了我们所有傅氏员工邀请函，就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。
傅氏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宋经理做主了？我能不能做主不重要，赶走2个清洁工还是没问题的。沈岩，要怪就只怪你和你老公没本事。自然是没有宋小姐的本事大呀，大家可能都还不知道，宋经理呀，连我一个清洁工的男朋友都要抢。沈一安，你闭嘴！闭嘴！我今天来只是想要你们还钱，只要夏明志把那20万还给我，立刻走。我可没欠钱，你这分明是讹诈！这是我给你的转账记录，还有你和宋茵茵的出轨证据。既然你不认，那就法院见吧。告我，沈一安，我看江城哪个律师敢帮你？你一个小小的清洁工敢跟我斗，小心我让你在江城不下去。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啊？副总，这2人身份可疑，冒充傅氏员工，我正在确认他们的身份。糟了，傅家和宋家2家交好，看来副董事不会帮我了。爷爷，您不是一直想见孙媳妇儿吗？傅幼婷，傅氏董事长，是你爷爷？副总，不可能，傅氏总裁怎么可能会和一个清洁工结婚？跟谁结婚是我的自由，傅太太也是你能智慧的。傅幼婷，傅总，你真的是傅氏总裁？小姑娘，你放心吧，幼婷不会骗你的。不，他没有骗我，只是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事情。好，那说明幼婷的眼光不错，你是个好孩子。副总，傅太太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你们高抬贵手，放过我，放过宋家。宋小姐不是一向都很嚣张吗？怎么，这就向我低头？傅太太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以前是我不对，我向您道歉。这就是你道歉的态度？傅总，事情都是我做错的，还请你们不要迁怒宋家。哎，幼婷啊，算了，宋家这些年也算有功，你从轻发落吧。吩咐下去，让宋老爷爷休息一段时间，好好管教一下他的孙女。傅总，这些年我爷爷为傅氏鞠躬尽瘁，你不能这么对他。傅氏没有了宋家，依然是江城的第1大家族。可是宋家要是脱离了傅氏，就什么都不是了。宋小姐，你想清楚了？傅总，是我失言，往后不会了。幼婷，我们走。希望你记住，以后见了我太太，还请你放尊重一点。还好傅幼婷答应我，先不公布我的身份，让我在傅氏学习。虽然我现在是傅太太，但往后还是要靠自己。宋经理，
以后我作为总裁秘书会先在市场部轮岗1个月，这1个月还麻烦你多多关照了。总裁夫人，这是哪里的话？往后我还指望你在副总面前都美言几句。在复试的这个月，我希望你不要暴露我的身份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如果说我是总裁夫人，那我看到的往往不是最真实的那一面。我想全面了解复试，帮到有情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市场部的实习生，跟其他实习生没有任何区别。可你大学辍学，复试实习生的工作量，你怎么应付得过来？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没有放弃学习，对于实习生考核，我很有信心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既然是副总的意思，那我照做就是。你一个清洁工还想爬到我头上，做梦！这是复试的合作方资料，我帮你打印的写，你先看着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们以前毕竟是同学，也是男女朋友，还是有情分的，你不要对我敌这么重嘛。情分？什么情分？是你欠钱不还的情分，还是始乱终弃的情分？沈以安，你说话不要太过分了，小心我把你从前是保洁的事情都抖出去。嫁给我！我终于等到你娶我。你一个大学都没毕业的清洁工，也配和我在一起？我们从大学到现在在一起5年了，我瞒着我妈养了你5年了。林请便，都是靠着自己双手赚钱的，市场部的员工跟保洁又有什么区别？你在这里装什么清高？要不是你爬上别的男人的床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站在一起？大家好好看看这个贱人嘴脸，他呀，以前只是复试的一个保洁。夏明志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！我嘴巴不干净，有你干的那些龌龊事不干净吗？夏组长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你组长的位置还是靠着宋英英得来的？你有什么资格嫌弃？是啊，我是靠你，你不也是靠男人？所以，你不要给我摆出这副清高的姿态，你不配，你不配！刚刚送来的资料，今天下午必须看完，来找我汇报，否则你的实习考评我不会通过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总裁，你把他给我收拾一下。抱歉，我现在还有急事。
你一个保洁能有什么事啊？动作还不快点，敢惹郑姐，不要命了！第一，我现在不是保洁，帮你们打扫不在我的工作范围内。第二，这里是复试，我就算有什么不敢惹的人，也不该是你吧？哼，靠着男人也只得到一个实习生的职位，竟然有底气在我面前嚣张，在跟你说话呢，你聋了吗？复试有专人保洁，你如果不想打扫卫生，你可以去找保洁。我现在是市场部的实习生，你没资格叫我替你打扫。看来你很有底气嘛。小林，帮我去把垃圾桶拿来，我亲自收拾。哎，走什么？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看不出来吗？我在收拾垃圾啊。是吗？你收拾的不对，我来吧。早这么听话不就好了？一个小小的实习生也敢这么嚣张？申言，你疯了吗？这副脏东西就应该好好收拾收拾。郑部长，你说对吗？你敢打我？你想找死吗？是你先动的手，我只不过是以牙还牙罢了。你给我滚出复试！给我滚出复试！不好意思，想要赶我走，你恐怕没这个资格。申言，我可是复试的中层，想要开除一个实习生，不过是轻而易举。你在这搞笑吗？那就请郑部长你走开除流程吧。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动我。哈，口气不小，在这故弄玄虚。对了，郑部长，今天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被监控一一记录下来了，我会向领导好好反映。就凭你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向谁去反映。如果是副总，够不够？哼，笑话！我以为你背后真的有什么高人呢，原来是在这做白日梦啊！就是，你刚来可能不知道，像你们这种普通员工是联系不上副总的，就连你们部门的经理都很难见副总一面。小林，去帮我把保安叫来，把这个人给我丢出去！我看谁敢！我看谁敢！副总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没有打扰您吧？怎么，郑部长很担心自己做的事情被我发现了？啊，没有，怎么会呢？副总，这个实习生说认识您，我怕这种疯疯癫癫的人打扰到您工作，正在管教他。发生什么事情？不是什么大事，只是这有人仗自己职位高就随意欺压下属，我有些看不过去吧。你在胡说什么呢？沈小姐，我们之间有些误会，我们不要打扰副总工作，我们私下解决，好吗？别避了，你敢做不敢当吗？副总，我在复试工作10年了，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呢？是他诬陷我。是啊，副总，是沈小姐先对郑部长出言不逊的，他还是个靠男人上位的贱人，这种人不配待在复试。放肆！谁给你们的胆子诬陷我夫人的？谁给你们的胆子诬陷我夫人的？沈小姐是总裁夫人。是啊，看起来郑部长和我夫人有些不愉快。没有，不敢。我们怎么敢和总裁夫人有什么不愉快呢？沈小姐，
我们之间是有些误会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郑部长，你刚刚不是还很有能耐，让我收拾垃圾吗？啊，石小姐，是我的错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这就全都捡起来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这就捡起来。啊，副总、太太，你们还有什么吩咐？夫人还有什么吩咐？地都脏了，郑部长，不知道擦一下吗？好。雪小姐，已经擦干净了。老公，我刚来市场部没多久，就有人仗自己职位高得别人颐指气使，要怎么处置，还是由你定夺。傅氏一向看能力说话，那些心术不正的人，不配在傅氏工作。哎，副总，我错了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沈小姐，沈小姐，求求你，我在傅氏工作10年了，放过我吧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。10年？不知道这10年你干了多少这样的事情，要不然你的威名也不至于唬住这么多人。沈小姐，是我的错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还留着你，只怕你会刁难更多的人。今天要不是副总在，你又怎会收手？还不快滚！难道要我请保安来把你丢出去吗？看不出来，沈小姐真有傅太太风范。嘘，小声一点。我说了，我现在只是个普通实习生。老婆就在眼前，连手都不能牵，那你总要给我一些补偿吧？什么补偿？亲我。不用停，这里是公司。那怎么了？这里是傅氏。再说了，我们是合法夫妻。等下会有人来。那你亲了一口，我就放开你。나만의 그대여 내겐 전부라는 말 고백한 적이 있었나요 내 운명이죠 세상 끝이라도 지켜주고 싶은 너好了，剩下的今晚回家再说。好啦，你走吧。喂，宋经理，什么事？安安，你帮我把桌上的文件送到云顶江城来，我带着你一起谈合同。好。沈以安，想当富太太，也要看你有没有那个命。宋经理，这次的投资分析报告和合同我带来了。好，那就进去陪吴老板喝几杯，我们尽快敲定合作。陪吴老板喝酒，
这生意还是在酒桌上好谈。放心，你可是富太太，谁敢动你？宋经理，如果你们的项目都是靠着酒局在做的话，我很怀疑你们工作能力。哎呀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这个项目前期都敲定的差不多了，这次饭局不过是走个过场。好吧，毕竟让人等了那么久，你进去和吴老板说说好话。吴老板你好，我是富士集团实习生，今天来是跟您谈合作的。沈小姐，这迟到了自罚3杯，那可是江湖规矩。我们先喝了这杯酒，再谈工作的时候。安，你就喝吧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宋经理，瞧你们说的这话，2位都是富士的人，我怎么敢动呢？是啊，安，我怎么敢动呢？浩翠，这酒我喝不了。宋经理，这就是你们谈生意的态度吗？吴老板别生气，这是我们富士的实习生，还不懂规矩。我说说他，一个实习生都敢拒我的酒，这单生意我还怎么签呢？安，你就喝了吧，我保证喝了酒什么事都不会发生。这案子丢了，富士可是要亏损2个亿，你们副总怎么会放过你？好，吴老板，这酒我喝。这就对了，要是让负责案子丢了，你一个小员工就被行业封杀了。吴老板，这下可以签合同了吧？啊，当然可以，早听话不就行了吗？沈小姐，签合同的事儿，我们还是坐下来慢慢聊吧。好的，吴老板，我再跟你分析一下我们项目的优势吧。项目我都了解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慢慢喝，等到时间差不多了，合同的事儿自然就成了。吴老板，这就是你谈的态度吗？你一个实习生也敢跟我叫板？你不怕你们副总找你算账吗？如果这是吴老板谈的态度的话，我相信副总会原谅我的。臭娘们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脾气还挺大，放心，待会儿就凶不起来了。你做做样子，拍拍照片就行了。这小妞还挺带劲，都送上门来了，你只让我拍照？不要命了，就不怕惹上麻烦？她不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小实习生吗？大不了赔点钱，我有什么怕的？一个清洁工被赶出了富家，
也翻不出什么水花。把我要的拍到就行，别的我不懂。你放心。小美人，登基了吧？走开！走开！你不是想要项目吗？今天真让我高兴了，我立刻就签字儿。你要是敢动我，副总不会原谅你的。一个小小的实习生，还想让副总来压我，做什么梦呢？走开！你看，谁准你碰他？副总，您怎么来了？你动了我的人，我当然要来。你的人？副总，我什么都没做啊！什么都没干，当我是瞎子？副总，都是这个贱人主动勾引我的，他想要我无视的所有单子，一切都是他自愿的。副总，我没说谎啊，都是这个小实习生主动勾引我的。你再敢对我太太不敬，我就找人割了你的舌头。她是你太太。是，所以你打算怎么死？副总饶命！副总饶命！是宋小姐安排我这么做的。滚！对不起，是我来吧。我带你。沈岩，你竟然还敢来复试？我为什么不敢来？昨天你喝醉酒，非要带着吴老板去酒店的事，看来你是一点都不记得。宋小姐慎言，要是没有证据的话，我可要告宋小姐诽谤。副总，我昨天带着沈岩去谈生意，没想到他却跟着吴老板进了酒店。你有证据吗？我没证据，不过一会儿吴老板来公司送合同，副总可以好好问问他。宋经理，傅氏从来没有过实习生出去谈生意的先例。你昨天故意带我去和吴老板谈合作，想必是把一切都安排好。沈小姐，我那是看在副总的面子上特意关照你，你可不要血口喷人。吴老板，你快说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副总，一切都是宋小姐指使的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副总，一切都是宋小姐指使的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吴老板，你在说什么？明明是这个贱人在勾引你，我昨天亲眼见到他把你拉到酒店去。副总，酒店是宋小姐安排的，沈小姐什么都没做。好啊，沈岩，我明白了，
吴老板这么想叫你说话，想必昨天晚上你把他伺候得很舒服。宋依依，你真是你想干什么？副总，是我错了，您放过我吧。放过你？我看在宋老爷子的面子上，已经放过你了。副总，宋茵茵，你苛待下属，权谋私，不配在傅氏工作。从即刻起，你的父亲宋连山也会被停职调查。你们父女两个一起滚出傅氏。副总，您不能这么对我，这么对宋家。我做什么还不用你来评判。再多说一个字，宋连山手底下的人，我一个都不留。副总，既然我什么事情都没做，能不能放过我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她是你的太太。自己去自首，否则你哪只手下的药，我就剁了你哪只手。副总饶命！副总饶命！我这就去。你怎么会知道我在酒店？我去接你下班，见你人不在，就找人问了一下，知道你在酒店，我就赶紧赶了过去。谢谢。如果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好，有什么资格当你老婆？这里有1000万，你先拿去用。我不能要你的钱。先拿着，就当一部分聘礼了。反正我们已经结了婚，上交工资给老婆也是很正常的。好，那我就先替你保管了。改天约爷爷和阿姨一起吃饭吧，到时候你去挑一些见面礼，爷爷会喜欢的。好。等我忙完工作就去找你。沈以安，你一个清洁工也敢来我们柳氏旗下的商场逛街，你买得起吗？我买不买得起是我的事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当然跟我有关系，我们柳氏可不接待你这种穷人，免得染上了穷酸气。你放心，这里没有东西是我买不起。你别骗人了，沈雅，谁不知道你在富氏做清洁工啊？这里可是我们柳家旗下最高级的商场，你连一杯水都喝不起，还敢装？我算了算，以我老公的财力，拿下这家商场应该不是什么问题。可笑，自己穷就开始幻想自己有一个有钱老公了是吗？我有没有幻想不用你管，我劝告你一句，既然我在这家店消费，那我就是你们的顾客。这就是你们柳家的服务态度吗？有钱消费的人才是我的客人，像你这么下等人也配？柳小姐，那我这样可以做你的客人了吗？沈雅，你以为你拿一张假卡就能糊弄我？你说这是假卡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你这张卡的编号为6，据我所知，江城前10号的黑卡
都是江城第一财阀傅家人在用。你想要骗人，也不先调查来再说，是吗？那如果说我就是傅家人呢？你知道傅家什么样吗？就妄想成为傅家之人。我在傅氏工作了这么久，怎么会不清楚傅家就是江城首富？工作？沈雅，你管保洁叫工作？你不嫌丢人呐？保洁怎么就不是工作了？都是靠自己双手吃饭的，怎么会丢人呢？那就请这位保洁大妈滚出我们柳氏，别脏了柳氏的地。柳氏和傅氏合作紧密，作为大学同学，我最后劝你一句，不要得意太久，否则登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我们柳家是江城的第2家族，和江城第1首富傅氏有婚约。你想让我摔下来，做梦吧。是吗？看来你和傅氏关系很亲密咯。当然，我可是傅家未来的儿媳妇儿。明天我就去拜访傅老爷子，马上就把你开了。好啊，那我就静候柳小姐开除我了。沈雅，这是你逼我的。许助理，你们傅氏有一个叫沈雨安的，马上把他给我开了。许助理，你们傅氏有一个叫沈雨安的，马上把他给我开了。柳小姐，这我恐怕不能答应你。许助理，一个清洁工也不敢动，你把柳家和傅氏这么多年的交情放哪了？沈小姐工作没有任何失误，我不能擅自做主开除她。许烨，谁给你的胆子这么跟我说话的？抱歉，柳小姐，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挂了。许，愁眉苦脸的，傅氏给你开的工资不够高啊？傅总这是哪里的话？是柳二小姐，是和傅氏定完案亲的那个柳家。是啊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柳二小姐和太太认识，她让我开除太太。哎，傅总，这会都要开始了，您去哪？会议你下午跟我汇报，我去给我老婆撑腰。好吧，总裁就是任性。看来柳小姐的面子不管用呢。一个清洁工也配让许助理动手？想来许助理还不知道你是哪一号人物吧？柳薇，怎么听起来你像是在给自己的失败找借口呢？我失败？沈雅，你疯了吧？你一个清洁工也敢说我失败？你目中无人，头脑简单，明明是出身豪门，却一股小家子气，这不是失败是什么？我堂堂柳氏集团二小姐，轮得到你来雇我？你现在确实是柳家二小姐，但往后就不一定了。以你的脑子，迟早有一天你会一无所有。个贱人，竟敢诅咒我！柳二小姐，谁给你的胆子动我老婆？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谁都不能动我老婆。哟，原来是沈雅安的老公。我就说，怎么一股子穷酸味儿，还真让人恶心。走吧，我可不想在这种不尊重人的店里情绪。薇薇，傅少回国了，明天你去傅氏工作。什么？傅少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我前2天拜访傅老爷子，听他说的，和他好好培养一下感情，争取早日嫁进傅家。好的，爸爸。沈雅，真是冤家路窄，等我成为傅太太，立刻开门。
沈岩，这不是市场部经理的办公室吗？你个保洁进来做什么？柳小姐可能还不知道，我现在就是富士市场部经理。怎么可能？柳小姐不相信的话，大可以去公司里面打听打听。你一个清洁工，连大学毕业证都没有，凭什么做我的上司？听说柳小姐进入富士也是刘总的安排。要是没有刘总的话，你又怎么会是市场部经理助理呢？既然我爸爸那么有本事，那我靠他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不过你出身平民，又没有大学毕业证，你是怎么进的富士？我是怎么进来的，你管不着。你只需要知道，只要我在那个考核单上打上不及格，你就会被富士开除。开除我？沈雅，你又在做什么白日梦？柳小姐不相信的话，大可以试一下。不过你是靠你那个老公进的富士吧？连一个扫地的他都能看得上，你老公口味挺独特啊。柳小姐，柳小姐，我竟然从来不知道柳家的家教竟然是这样的。你一个富士小小的职员，有什么资格管？我确实没什么资格管，不过江城人们口中落落大方的千金小姐，如果让人知道是如此的尖酸刻薄，那恐怕对柳家的名声不好。你我知道了，原来你是想巴结我们柳家，没巴结上才恼羞成怒的吧？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。我什么身份？柳小姐，我还有工作，出去一下。走就走，还嫌晦气。副总不是不喜欢柳家三人进来吗？这没点由头的话，怎么收拾他们呀？怎么，老婆这是打算亲自动手解决竞争对手了？我没有，我只是不想看到你为难。我不为难，以他的职级，根本见不到我几次，时间长了就自然没有联系了。那你是希望柳薇在富士了？老婆这是吃醋了？没有。好啊，逗你的。除了你，我不会看别的女人一眼。真的吗？结婚证都有了，我人都是你的，还不相信我？柳薇，你这条项链看起来好名贵啊，应该价格不便宜吧？当然了，这可是副总送的。副总这些年可连一点绯闻都没有过，他竟然会主动送你礼物。毕竟我可是副总的未婚妻。天哪，你和副总什么时候订婚的？难怪这些年他洁身自好，原来是早就有了未婚妻。你站在那偷听什么？都当上富士的经理了，还是改不掉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习惯呢。第一，这得是公共场所。第二，10分钟后开会，我希望看到你整理好的完整项目资料。拽什么拽嘛？之前不过是一个扫地的，现在背上枝头就不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了。沈岩，我才不会让你得意太久。
我让你准备的文件呢？什么文件？也配本小姐亲自动手？柳小姐，你不要忘了，我现在可以决定你在傅氏的去留。申言，我可是未来的傅太太，敢动手，你不想活了吗？今天要去和柳氏谈合作，不知道柳小姐有没有把？当然，我和傅总可是一家人，这强强联合的事为什么不做？好，有柳小姐的保证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副总，一会有时间去柳氏吗？有好戏看。老婆有令，莫敢不从。哦嘿耶，哦嘿耶。沈小姐真是年轻有为啊！这么年轻就在傅氏做到经理，不知道是哪家的千金？刘总，您误会了，我不是哪家千金，傅氏用人一直以来都是靠本事的。既然没有家世，竟敢欺负我女儿！刘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听微微说沈小姐有些不识趣，我提醒一下，柳氏和傅氏是有婚约的。沈小姐若是有脑子的话，就该知道什么人该得罪，什么人不该得罪。刘总，我们今天来是谈合作的，做人这方面就不用您教了吧？哼，这就受不了了，我还没开始使用手段呢。刘总堂堂柳氏总裁，对我一个晚辈下手，也未免太降身价。不过，刘总要是不嫌丢人，我乐意不赔。沈小姐好大的口气，这就是你们傅氏的合作态度吗？傅氏对合作一直以来都是很有诚意的，只是刘总何出此言？这上面的数据简直荒谬，信个合同一塌糊涂，拿5000万收购我们柳氏，你们傅氏野心可不小啊！我就说嘛，一个清洁工能做什么？就连经理的位置都不知道怎么上去。我怎么上去不用你管，只是我能把你赶出傅氏。春芽，你做梦！这件事情要是让傅总知道，谁都救不了我。沈经理，你认为在你和我女儿之间，傅总会选择一个曾经清洁工的你？微微有我柳氏做保，你凭什么认为赢过他？沈岩，你不要不自量力了，我现在可是傅总的未婚妻。是吗？那如果我要动傅总的未婚妻，傅总会怎么样？死到临头还嘴硬，你死定了。那如果这些照片被傅总知道了，又会怎么样？这些照片，我们微微不会做出这种事情。你拿着这些照片是想说明什么？事情做没做过，柳小姐自然清楚。沈岩，你血口喷人，是你自己做不出合格的方案。毕竟一个连大学都没有毕业的人，怎么能当傅氏的经理？可这些出自谁手，你心里自然有数。傅总要是知道你想暗算傅氏，你们之间的婚约还作数？放肆！你居然敢挑拨柳氏和傅氏的关系，有什么胆子说出这种话？我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？柳家如果有诚意的话，怎么又会在一个合同上动手呢？一个对自己不忠的太太，傅总会不会娶，我们拭目以待。爸，不能让他走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你有什么资格动我？我问傅总知道吗？傅总那里有资格去解释，轮不到你插嘴。刘总，
富氏集团的副总来了。好的，请他立刻上来。我倒要看看，小傅是选择柳家和傅家的合约，还是选择你一个无足轻重的清洁工？刘总，谁准你碰我的人呢？副总，此人专业能力极差，拿的合同全部是废的，他可能是别的公司派到富氏的奸细。刘总，他不是什么奸细，他是我太太，他是我太太。什么？你不是未婚吗？这玩笑话可不能瞎说啊！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未婚了？这么大的事，江晨连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她怎么可能是你太太？那是因为我想给我太太一个盛大的婚礼，等到她愿意嫁给我的那天，我可以立刻举办婚礼。副总，他以前可是富氏的清洁工，这样的人怎么能配得上您呢？配不配得上，你们说了不算，我说了才算。傅少，你和薇薇早有婚约，你娶了别人，你这不是耍我柳家吗？那个婚约不过是个玩笑话，这些年来我一直给柳家留着情面，你们拿了多少好处，心里没数吗？我不管，这婚约不能取消，我要找傅老爷子评理去。申雅，你真是不要脸，连有妇之夫都要勾搭。副总现在确实是有妇之夫，只不过勾搭他的人到底是谁呢？刘总，柳小姐，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和柳家把这笔烂账算清楚。柳家和傅氏的婚约作废了。副总，你这话说的可真是轻松。江晨，谁不知道你和薇薇有婚约，不能擅自取消。可柳小姐在傅氏更换文件，这样的人，我怎么敢安心留在身边呢？副总，搞错文件的人根本不是我，是沈岩。柳小姐，你不会认为作为夫妻，我写完文件不会先交给副总过目吧？那也是你自己带错了文件，沈岩，你就是想栽赃我。既然已经有了证据，那我们就找专人来鉴定一下。想搞乱傅氏的人，我绝对不会放过。总之，照片上的人根本不是我，是伪造的。既然你不愿意承认，那就想好要承担的后果吧。刘总，我相信我太太的为人，我也不害怕把事情搞大。到时候，如果整个江城都知道了的话，还希望柳家丢得起这个人。不行。怎么？似乎柳小姐有话要说。鉴定就不必了，你和沈岩是一伙的，我要怎么洗刷冤屈呢？鉴定团队的人你来找，但公证团队必须有傅氏的人。不行。可傅氏丢失的清誉，这笔账要怎么算？副总，想想怎么办？柳家和傅家的婚约取消，双方的合作关系1年后我就开始重新评估。好，我还有一个要求。夫人请吩咐。我要你和二小姐向我夫人道歉。傅玉婷，你疯了吧？我怎么可能向她道歉？既然你们不愿意承担后果，那好，从即刻起我就开始重新评估我们两家的合作关系。还有，柳家和傅家合作的项目也都终止吧。薇薇，赶紧向傅太太道歉。爸，快点！傅太太，对不起。傅少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柳氏和傅氏合作才能双赢，两家也有这么多年的交情，您看。柳伯伯，您这番话我记住了，晚辈改天再来拜会。
怎么样，副总？不费一兵一卒就收拾了这个倚老卖老的刘总。感觉不错，就是有点委屈我夫人了。既然我是女太太，我当然就要有能力站在你身边。刘婷，你相信我，我不差的。我知道。幼婷，我已经订好餐厅了，你什么时候把小沈的妈妈叫来，我们见一面商量你们的婚事。就今天吧。阿姨，菜我已经点好了。安安呐，你爸爸还在的时候，我都只来过这餐厅几次。这可是江城最豪华的餐厅，小付啊，你怎么会请在这里？妈，一直没告诉你，佑婷她其实是傅氏集团的总裁。傅氏集团是那个江城第一财阀。安安呐，傅氏家世那么高，我们高攀不上。妈妈怕你以后会委屈自己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让安安受一丝委屈。阿姨，安安不仅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也是我真心喜欢的人。这辈子我会好好对安安的。抱歉，这顿饭我不吃了。阿姨，如果您觉得菜不满意的话，我可以叫厨房给您换新的。你们这门婚事，我同意。妈，您不是很早就见过佑婷了吗？难道您不相信她的为人吗？可我从前不知道她是傅氏总裁，这样的家庭我无意攀附，更不想打你们的主意。妈，佑婷她没有这个意思。阿姨，我也是真心喜欢安安的。沈夫人，这你可以放心，我们傅家是很喜欢安安的，当然也很喜欢你。总之，我不同意。安安，我们走。妈，阿姨，您等一下。阿姨，这里几乎是我傅幼婷的全部身家，只要安安愿意嫁给我，那这些以后就都是她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们幼婷啊是个好孩子。那我说了也不算，还是要看两个孩子的意思啊。安安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